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建立并实施了东欧及原苏联研究与培训项目，被称为语言战略。所以，美国之所以能让苏联在不知不觉中自废武功，不完全是经济、军事上占尽优势的结果，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用心了解自己的对手，在深刻的了解当中发现破绽或者试图渗入，就变得轻而易举。该说不说的，这手法像极了渣男。于是美渣男国果真就蹲到了宝。彼得·乌菲莫切夫这个全美隐身飞机背后的男人。彼得·乌菲莫切夫被誉为隐身飞机之父。大学毕业后进入苏联国防部无线电工程学院工作，期间他没有专注于电子战研究，反而对电磁波反射理论产生兴趣。或许是无线电工程学院研究员这个名头极具欺骗性，乌菲莫切夫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研究成果被苏联看作是不具备重大军事或经济价值，从而被埋没。如果想知道苏联是怎样看待这一旷世研究的，数据科学家阿拉斯泰尔·莫里指出，苏联认为保持隐身形态对制作工艺中精确的公差要求是难以达到的，以至于苏联很少考虑隐身这件事情，止步于好奇。而美国计算机发展的正是生龙活虎的时候，模拟多么精确的隐身公差都不算费劲。于是洛克希德一名研究隐身技术的工程师丹尼斯·奥夫霍尔瑟机缘巧合有幸在美国疲于应对苏联越来越精密的防空系统时，拜读了这一篇如同标准答案般的研究成果之后，豁然开朗地意识到乌菲莫切夫已经成功创建了隐身条件相关数学理论与计算公式来进行雷达反射面积分析，并最终将之实践在美国首架真正对雷达隐身的侦察机 F-117， 并开启了美军飞行器的雷达逃逸之旅。隐身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出世，包括 F-22 和尚未登台的 B-21 都受惠于此。隐身也就成为当时美军定义新式五代战机的硬性标准，即使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五代机的公认标准定义。根据隐身飞机经验最丰富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给出的描述，显然以奇力做 F-22 为模板，全方位隐身、高性能机身、先进航空电子设备、高度集成可操作性计算机系统，一切服务作用于提升战场态势感知、反应能力。所以截至2020年9月，符合这一描述且已成型的战力五代机，唯有吃螃蟹吃得最早的 F-22。其他国家想拥有五代机，沿着这一描述按图索骥，不存在其他相关设计经验的情况下，似乎也逃不出 F-22 的版型。其中，我国的歼20尚未量产，俄军的苏57预计今年完成手下交付。曾经，我们为了从苏联学会原子弹技术，得到老大哥的首肯之后，开始积极筹备研制准备工作，并与多位优秀的苏联专家展开了长达3年的合作共事，建立起深厚的学界认同感与师生情。3年后，苏联面对国际形势对我们背信弃义，并以全面胡诌的3个借口全面撤回专家。当时苏联专家似乎出于某种愧疚，将当时苏联建造中的潜艇、护卫舰等设计图纸都留给中国技术人员抄记，还将珍藏的重要技术笔记簿偷偷递给我们的送行人员。反观美苏之间，除了短暂成为一丘之貉并见证苏联的没落以外，真正的学术交流谈不上，顶多是互相炫耀，甚至是攀比。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通过对苏语言战略深入了解苏联，并且等到了苏联无意间掉落的宝藏——五代机的核心隐身技术理论。而苏联甚至一度将语言学打成伪科学，其中经纬不禁令人唏嘘。总的来说，五代机的核心在于隐身，其中美军 F-22 发行最早，应用技术最成熟，而美军也对 F-22 的期望甚高，什么高精尖先进技术都往上架，导致成本大额超支，且生产时效预估会延误不少。当然，主要问题还是成本与美国国防预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极度自信且胃口膨胀的美国官员
最初是想着订购750架 F-22的，冷静下来看了看荷包之后，并关注了对手的进度之后，在1994年至2004年的10年间，美军750架 F-22的计划一降再降，变成183架，直到2008年通过新的国防法案立项之后，这一数字才得到小幅度增长，成长为187架，且不得不采用基本功能优先、附加功能与服务在生产出来之后再添加的办法，来将成本控制在一个短期可负担的范围内。不仅如此，像 F-22于1997年首飞以来也有20多年的经验了，也没看见美国将 F-22视作明日黄花，像曾经对待坠落于南斯拉夫的那架 F-117一样，称其技术20年了，已经馊了，不用捡回来了。而中俄的五代机技术应用到现在，数量上来说还不足以对美军的187架 F-22构成威胁。即使如此，站在这项发展了40来年的隐身技术最高处的美国，仍然各种患得患失。虽然理论还是那个源自苏联的理论，只是生怕最终饱含美国心意的成品就被中国或者俄罗斯再度识破，那中俄尚在积蓄力量中的五代机可能就直接升华加倍了。所以美国为 F-22定了一条国法，不能出口，坚决不出口，最好让 F-22的技术永远封存在五角大楼。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四处倾销军火的打算，并在2010年在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诸如所要变形出口 F-22所需成本与可行性计划方案，并研究 F-22本机出口对美国的影响。这样的要求，如此这般的考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俄五代机技术发展的水平。选择对中俄严防死守，但必然不会过分防着自己的盟友们。为了适应这些市场需求，美国自己的 F-22都只实现了理想中750的183架，还不够塞牙缝的，又怎么会舍己为人，看关系好就出口呢？但又想赚钱，就推出了一款成本不及 F-22一半的出口型隐身战机 F-35，生产时还用的盟友的钱，最后出口价给到一架 F-22成本价1.83亿差不多的钱。美军计划到2044年自行购买2456架 F-35，总之小算盘大的山响。此外，更是不考虑生产的可持续性，对机身的建造采用稀缺性战略资源稀土，而已知世界稀土储量，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其他国家合起来第三。但美国历来都不喜欢开采自家资源，这一次也借称国内制造业对稀土需求少。此外 F-35自生产部分服役以来，毛病就层出不穷，设备零件问题就不说了，还屈服于天气、雷暴等气象条件，不能出战，否则就会自爆，白瞎了这个闪电的名号。今年还2度坠机，也就澳大利亚空军看出了一点价值。F-35比 F-22多了一个技能点，打击并撂倒敌方空中支援力量的作用，而日本则为了不超过 GDP 1% 的军事预算限制，一时也买不起 F-22。直到2009年 F-22停产，拥有 F-22的梦想也是直接破灭了。中东国家也看到了 F-22的稀缺和昂贵，而对 F-35垂涎3尺，哪怕问题再多，还是逃不过隐身技术的诱惑。可能这就是出口型号吧，它或许不够完美，甚至不够好，但是稀有的技术在那里，日常真香。与美国国防预算时常掉链子不同，俄罗斯直接搭不上这条链子。相比之下，中国的产能始终给力，歼20实现量产只是时间问题，因为需要等待合适的发动机来满足歼20的机动与速度完美融合的需求。但就眼下而言，我军自用歼20尚且不足，外销是不可能的。虽然没有外销的现实基础，但也不妨碍看客们发问，为什么中国不出口歼20呢？确然，在首次公示歼20后的几年中，西方分析家一度认为中国会像往常一样，秉承惠及大众的处事原则，生产相应的出口型号供盟国选用。但美国的守口如瓶在先，誓不与中国乃至世界共享盛举，中国又怎会做这个挨枪子儿的出头鸟呢？我国著名军事评论员宋忠平曾表示，为避免歼20的5代技术落入敌对势力手中，
我国不会将其出口。他还提到，美国对 F-22 实行的出口禁令，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出口 F-22，中国或许也会做出相应改变。宋忠平先生是站在全球军事力量部署角度提出的这一观点。当美国及其盟国均拥有 F-22 级别的军事力量，那么中国与盟国也需要部署对等量级的歼2师来平衡世界范围内的敌我军事力量，才能最大程度抵消对手国威胁，令武器库技术升级不至于失去本来的意义。同时，如果 F-22 广泛部署在世界各地，那么其上承载的秘密终将会被揭开，两大国之间猜来猜去的游戏也就可以宣告完结。事实上，中美两国对隐身战机的出口都有更好的选择。美国的 F-22 制造商洛克希德再接再厉，赶制出了一款替代品 F-35， 同时也是多用途型产品，能够适应多种购机需求、实操任务，堪称5代机中的万金油。虽然订户不少，但是美军过大的胃口导致 F-35 项目的规模性和复杂性都给生产研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在 F-35 的开发和测试阶段，为了加入不同客户的私人定制需求而大肆更改、翻新尚未证实可靠性的原始设计，成本激增、交付延误，以及后续暴露出的一系列大小问题，都让 F-35 在国际上广受审查与批评，颇有些自砸招牌的意思。中国方面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一款由国企沈飞独立开发、未经军方授意的5代机 FC-31。一般而言，人们会将 FC-31当作对标 F-35 的出口版本，或者是相应的舰载机版本。由于机身对比歼20来说比较小，且设计更为简约，在我国加紧发动机研发的背景下， FC-31将有望更早获得所需型号的国产发动机，并更早实现量产，最终数量也会更多，赶上美军预定订购的2456架之多，也并非难事。整体而言，美军乃至美国的一举一动仍在中美两国之间起着主导作用。当有关中国的疑问出现时，我们为什么不问问神奇的美国呢？